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上期视频中呢，分享了如何去掉模型的内壳。来，这期视频呢，分享一下如何给模型加入内壳。那在 3D 打印的时候，往往呢就需要给模型加入内壳。有了内壳，可以防止材料变形，另外呢还能省钱省时间。比如我这里的模型呢，就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模型，也就是一个实心的模型啊，没有任何的厚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给这个模型来制作一个内壳。首先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模型的尺寸，在 Z 插件下找到缩放大师，那这个呢就是调整模型真实尺寸的地方。可以将这个菜单呢放在左边这里，方便操作。点击设置场景比例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模型的真实尺寸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呢非常的小，还不到2毫米高啊，很容易出问题。这里可以选择单位是毫米、厘米或者是其他的单位，我这里呢就选择毫米作为单位了，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改模型的尺寸。比如我将高度变成了20毫米，那么其他的尺寸呢就会自动更改。接着点击调整子工具大小，模型就会自动变成刚才调整的尺寸。勾选全部呢，就是对所有子工具执行操作；不勾选的话，就是只对当前的子工具进行操作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整模型的尺寸了。在 ZBrush 中制作内壳之前呢，必须先将模型变成 Dynamesh。这里呢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啊，到底多少面合适。Dynamesh 以后呢，模型的细节是有一些损失的，但是这个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。如果不追求极致的细节的话呢，都是没问题的。模型变成 Dynamesh 以后呢，给它插入一个圆柱体或者是其他的几何体，调整圆柱体，将它插入进模型的底座里。可以理解为呢，在模型底部啊，给它开一个小孔。接着将圆柱体变成相减的方式，然后向下合并2个模型。还是来到 Dynamesh 这里，下面这里呢有一个创建外壳的选项，旁边这个选项呢可以调节外壳的厚度，我这里呢输入了8，然后点击创建外壳，稍等片刻。等到这个圆柱体消失的时候，这里呢就生成好了。从这个小洞往里看呢，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有模型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模型就是一个有厚度的模型了。Ctrl+Shift 点击外部模型，再反选就能看到里面的内壳了。然后打开双面显示，可以使用 Smooth 笔刷平滑处理一下，让里面的模型呢看起来也平整一些。这就是在 ZBrush 中制作内壳的一种方式。那如果我不想在模型上开洞啊，我也不想 Dynamesh 后损失太多细节，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制作内壳。首先使用减面大师来处理模型，它的好处是降低面数的同时又能保持细节。那为了保持多一些的细节呢，我这里选择了 30%。处理好了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面数降了很多，但是细节和原来一样，基本呢没有损失。接下来将模型导出，那导出之前先对模型做一下处理，检查网格完整性，然后修复网格，这是导出模型的时候呢一个必要的步骤。然后将模型导出为 OBJ 的格式，然后呢我们这里用到一个新的软件 Mesh Mixer， 它是 Autodesk 出的一个免费的软件啊，专门处理 3D 打印的。它是免费的啊，可以自己搜一下，下载下来就好了。点击导入，选择刚才从 ZBrush 中导出的模型。那么它的视图操作呢，跟玛雅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非常的小。那上面 View 这里可以隐藏打印面板，方便观察。首先点击这个分析，然后检查模型。接着点击自动修复所有，那有问题的地方呢就会被自动修复掉了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点击 Done， 这是第一步，很关键。接着点击第二个选项，左上角这里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改变模型的尺寸，
或者在坐标这里呢拖拽也可以修改模型的尺寸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去进行调整。然后点击编辑镂空，那它会自动为当前的模型创建内壳。接着调整这个选项呢，可以调整内壳的厚度，比如我这里输入 0.5， 然后点击更新，那它就会自动处理，调整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，观察起来呢也比较直观。点击 Accept， 那内壳就加好了，最后就可以将这个模型导出了，操作起来呢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这就是比较常用的2种制作内壳的方式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